領地碗形狀制度和參勤交代制度使得江戶幕府的軍事體制安定。作為新興政權，江戶幕府也在行政制度上做出了改革，這項工作也是在德川家光的時代基本完成的。原則上呢，对於領地要超過了1萬石的領主，在江戶幕府的體制內才可以被稱為是大名。幕府會為他們設立一個藩作為領地，並且授權大名代管藩內的事務。1萬石以下的領主，按照匯報關係，能夠直接見到將軍的稱為旗本，其他的則稱為御家人。江戶時代的御恩奉公制度也發生了變化，現在是把將軍或者是藩主定期發給武士的大米作為御恩，也可稱為俸祿制度。奉公則是如前所述，因為實在是沒仗可打，就以參勤交代的形式進行了。而在中央政治層面，核心人物是將軍、大老、老中3個人，其中老中至於將軍，類似於總理至於總統，既可以是總理日常國家事務的人，也可以是將軍工作的大秘書，這個主要看將軍的個人風格。大老的職責則是幫助將軍管理全體普代大名，這方面老中也有輔助大老的義務。顯然，當老中肯定是最辛苦的，因此對於老中另設以弱年祭作為輔助機構。隨着時間推移，後來老中的職責中又增加了監視諸侯動向的工作，於是又設立了2個間諜機構，其一是直接向老中匯報的大幕府，他們負責監視大名藩主；另一個是作為弱年祭下設機構的幕府，負責監視普代和御家人。負責非軍事領域運營的機構則是3奉行，分別是負責宗教和文化事務的4攝奉行，負責城市和商業管理的廳奉行，以及負責財務的勘定奉行。此外，京都朝廷依然是作為象徵性的政權權威。江戶幕府並沒有消滅舊貴族體系的意思，但是設置了京都所司代，負責監視公家和西國大名。幾百年的武家政權已經使得作為統治階級的武士階級有了諸多特權，到江戶時代終於確定為從2項根本特權中衍生，那就是擁有名字和持刀。對於普通民眾，江戶時代對農民、商人和職人進行分別管理，商人和職人在後面的事件中再解釋。先說說農民，江戶幕府對農民的2項基本規定，第一是不得買賣土地，第二是父母不得分割土地交由不同的子女來繼承。顯然這2條是完全的惡政，既不顧宏觀的生產效率，也不顧民間產生的大量矛盾，只是为了穩定和管理方便而服務。那麼誰來繼承田地，對於農民子弟而言就成了生死攸關的大事。為此，在江戶前中期，兄弟相殘的事情大量發生，大名等級制度、御恩奉公制度、參勤交代、大老老中制度、奉行制度，以上這些組成了德川幕府的基本形式。顯然，這是一個軍事完全優於一切其他的事物，並且極其壓制變化的國家形態。後來便稱為軍事國家體系，之後進一步簡化為軍國主義。到了近現代，軍國主義一詞的語義進一步發展為先軍體制國家，也就包含了武家時代700年以及2戰前的日本帝國時期。說完內部，再看看外部。說到江戶時代的對外關係，那自然是4個字：閉關鎖國。儘管呢，在江戶時代的初期，日本的外貿非常活躍，甚至主動派出殖民隊到東南亞與歐洲人競爭影響力。然而之後，使得德川家康起了閉關鎖國念頭的原因是火藥。日本的硝石產量很低，所以火藥需要進口。基本完成統一之後，德川家康試圖將這一資源壟斷在德川家族的內部，以此削弱各路諸侯的戰爭潛力，這樣就成為了鎖國政策的第一步。接下來是歐洲各國關係的變化，英國和荷蘭2個新興勢力正在激烈的挑戰西班牙和葡萄牙2個老牌強國。新舊勢力在宗教解釋上也有重大分歧，這種矛盾也延伸到了他們對亞洲市場的競爭上。荷蘭人楊喬斯滕在與三浦岸真一起受到德川家康的接見時，就努力的解釋西班牙和葡萄牙利用基督教傳教為借口行侵略他國之實，這成為了德川幕府頒布禁教令的關鍵導火索。當然，家康也是在利用這次機會。因為在此之前，葡萄牙商人繼續賣火藥給切茲丹大名的事情，幕府基本上是不方便出面阻止的。如此一來呢，德川家壟斷火藥进口就成為了更實際的法令。到德川秀忠的時代，他更是下令在切茲丹大名集中的長崎處決了55名基督教傳教士，史稱元和大殉教。這也意味着，雖然沒有修改法律，但是實際操作中江戶日本進一步鎖國。到了第3代將軍德川家光的時代，江戶幕府終於出台了直接的鎖國相關的法令，那就是禁止西班牙船只在日本靠港，理由是西班牙國王過於熱衷於基督教傳教。之後又把葡萄牙商館遷移到了長崎的出島，來自葡萄牙、荷蘭以及清國的商船要在此集中管理。1633年，德川家光又增加了老中奉書的規定，從此所有的日本船只，無論是否持有將軍簽發的御朱印，如果沒有老中奉書，都不可以開往外海。至此，日本成為了一個鎖國國家。
當然，鎖國也是有寬嚴之分的。2年後的1635年，江戶幕府再次發布法令，日本人禁止渡航到外海，在外國生活的日本人或者日本人後代永不得回日本。1637年島原之亂之後，江戶幕府宣布徹底禁教，西班牙、葡萄牙人直接驅逐。此時，英國已經在與荷蘭的東南亞競爭中戰敗，被迫退回了印度。於是，荷蘭人成為了日本唯一獲取西方信息的渠道。這種情況貫穿了整個江戶時代。那荷蘭人也非常的上道，咱就是來賺錢的。在日本國內，無論是看到了什麼，發生了什麼，都不干涉內政。日本需要的情報都可以提供，但是日本不問的話，自己也不會主動。這種純粹的利益關係，反而讓患得患失的江戶幕府認為是個好交往的朋友。總之，至此，日本的鎖國國策基本確立。在此基礎上，另開4個外貿口岸，除了與荷蘭人、清國人交易的長崎，其他還有與阿伊魯人交易的松前、與琉球人交易的薩摩，以及與朝鮮人交易的對馬。如此一來，德川家康到德川家光祖孫3代逐漸收緊繮繩，終於建立起了以軍事優勢、經濟壟斷和武士特權為基礎的德川家的絕對強權。這是日本歷史上幕府將軍權力最大的時期，並且以嚴格的規定限制人們的一言一行，稱為武斷政治。但是這實在是過於資源集中，而且下面沒有回旋的空間。20年間，竟然有超過100位大名被沒收了領地或者是削藩。大名都難過，下面的人自然就更慘了。許多武士甚至是武將都成為了浪人，而在這和平時期，也沒有戰鬥的工作給他們做。在鎖國令之下，社會上也沒有足夠的經濟動力，自然也不會有太多新增職位去穩住這些失業武士們。統治階級的武士階級反而是對江戶幕府有最大的敵意，而且江戶的法令過於高壓了，失業武士們落草為寇或者是成為海盜還則罷了，反正是和幕府徹底決裂了，也管不了了。反而是還想繼續做武士的失業武士們在家裡躺平的話，還會被作為浪人，遭受到包括居住地限制呀、出入場所限制等等諸多不便。這個時候出現了一位軍事學家有井正雪，他擁有極強的軍事才能。德川家光本來想招攬他入朝，但是正雪拒絕了招攬，聲稱想要開設私塾傳播學問。結果他拒絕幕府招攬的這個行為本身就被浪人們認為是英雄，很多浪人前來他的私塾拜訪求學，接觸多了之後，有井正學也是認為必須要推翻德川家的暴政了，竟然真的制定了一個計劃，並且付諸實施。他們打算先在江戶城多處引發爆炸，然後趁亂炮擊江戶城，之後攻進去殺了將軍。1651年，德川家光去世，11歲的德川家纲即位。有井正學認為時機已到，但由於同伙的背叛，他們的行動被幕府發現了。本來負責在火藥庫引發爆炸的人提前被捕。有井正雪自知命運已盡，遂自殺。叛變雖然是失敗了，但是這件事大大衝擊了江戶幕府。任誰都看得出來，武斷政治帶來的這些問題已經是改朝換代危機的前兆了。於是幕府開始討論結束對內的高壓。之後，江戶幕府設計了一套效果基本類似，但是能軟化風險的新制度，與武斷政治相對，稱為文治政治。文治政治的核心理念是鼓勵武士學習知識和教養，不要整天打打殺殺。之前大名被取消封地的最大契機是沒有繼承人。因為江戶幕府不希望不知底細的人成為大名，所以臨死前不久才收养子指定繼承人的都不被承認。德川家纲的時代追加了一條，如果家主不滿50歲就生死，可以臨時指定繼承人。此外，德川家綱善用宣傳而非法令，比如公告幕府更希望藩主賢明而不是武勇，還有如前所說的江戶前期武家訓死蔚然成風，直到參勤交代確立之後才有所好轉。但是這個問題還是存在的，這麼多年來還是總會發生家臣集體為主君訓死的事情。德川家綱也公告了，雖然這種事幕府也不會管，但是將軍感情上不希望看到訓死的事情發生。總之，家綱的時代就是這樣慢慢的潛移默化的重文抑武，看起來進入了和平時期，也開始推行文官政治了，應該能帶來繁榮吧？實則不然。德川家綱的時代，幕府的財政非常的差，主要原因是金銀礦一直是德川家的收入支柱之一。但是家綱的時代，日本的這些金銀礦都有了枯竭的趨勢。其次是1657年發生了明帝大火，這場大火摧毀了江戶城的60%，賑災和重建進一步加重了江戶幕府的財政危機。已經經歷了4代統治者了，江戶幕府下的日本一直在縫縫補補，但是還是沒能迎來繁榮時期。之後家綱的繼承人是他的弟弟德川綱吉，這位第5代將軍也不是一個特別靠譜的人。一開始呢，德川綱吉的大佬是枯田正俊，但是這位枯田正俊性格固執傲慢，而且權力欲極強。最終他的下屬不堪羞辱，在江戶城內刺殺了他。這件事大大震驚了綱吉，大佬竟然能在江戶城內被刺殺，那日本還有安全的地方嗎？綱吉就變得對他人非常的多疑。後來為了加強警戒，綱吉甚至與老中都保持距離，委任柳澤吉保作為傳信人，才和老中維持了日常政務聯繫。
德川綱吉繼續深化文字政治，他的時代發布了新版五家諸法度，第一要義從以前的鍛鍊武藝不可懈怠，改成了盡忠盡義、禮儀規整。文字政治時代真正到來。綱吉的文字改革方向之一是遵從儒學，他修建了湯島聖堂來祭祀孔子和傳授儒學。其實我以前讀書時就一度住在湯島聖堂的旁邊，是個好地方，還挺懷念的。此外呢，德川綱吉十分喜歡狗，甚至頒布了生類憐憫令，規定禁止殺生，凡是殺死其他活物者死刑。這搞得日本民間的生活產生了極大不便。不過這也是一個改變武士價值觀的法令，以前的日本人還是認為武士殺生是一種美德。德川綱吉時期影響最大的政策，那得是勘定奉行荻原重秀建議的實行貨幣貶值。不過這個話題說起來就太長了，還是留到下期吧。都看到這兒了，別忘了點讚訂閱哦，我們下期再見。